大家好，前面几期节目给大家介绍过 Trend Radar 这个程序的基础功能，包括 Docker 和 Action 的两种部署方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讲解一下这个程序是如何进行设置的。首先呢，让我们回到我们之前克隆的这个项目仓库，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如果是用 Docker 方式部署呢，更多的是直接点击这个 Docker 文件夹里面，然后去修改这个 Compose 文件和 env 文件。但是如果你是 GitHub 部署的话呢，你修改的文件就不是这边了，你需要有一些敏感的信息，你是需要进入到 Setting。然后找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变量，然后点击 Action，在这个里面呢，你是需要填一些，比如说你远程仓库的地址、你的推送地址这些相对比较敏感的信息，因为 GitHub 的这个大部分的人设置的权限呢都是公开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是不能输特别敏感的这个信息的。然后这是一个地方你需要修改的。GitHub 呢还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改的呢，就是点击我们这个点 GitHub 的这个文件夹里面，然后这里面有个 Workflow。然后这里面呢有个这个 crawler，就是它抓取的一些这个频率，在这个地方呢是控制你 GitHub Action 的这个运行的一些节奏的。这两个呢是和 Docker 方式部署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呢先给大家简单回忆一下。如果你是 Docker 部署的话呢，你就直接修改这个；如果你是 GitHub 部署的话呢，你需要去在环境变量里面去填一些信息。然后通用设置呢都是在这个 config 里面，大家大部分需要操作呢也是这两个文件夹里面。那么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以 Docker 的方式来给大家具体展示一下。那么让我们来把这个页面拉到一边。这边呢，我这边展示的是这个 Trend Radar 项目的这个主页，大家回到这个最上面。最上面这边呢有个快速导航的区域，快速导航区域里面呢这边有一个配置详解，大家点一下。在这里面呢会给大家做引导，一步一步的，大家需要设置的这些信息，它的具体的代表的意义，然后它里面的一些技巧在这里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展示。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以这个顺序为例啊，我们直接去看这几个文件，让大家去更好的去回忆一下之前的这个安装方法以及我们配置的这个过程。首先呢，让我们打开这个飞牛的后台，然后呢，我们点开这个万星编辑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之前安装的这个在飞牛上面安装的一个编辑软件，可以直接编辑我们代码的。如果大家没有的这个万星编辑器呢，去安装一下，或者你安装其他的类型的也可以。那么大家 Docker 部署完之后呢，大部分人都是要先进入这个 Docker 文件夹里面去改这个 env 或者改这个Docker Compose 文件的。我给大家回忆一下啊，这个是之前的 Docker 的那期视频里面的，大家看到 Docker Compose 文件里面的配置优先级是最高的，然后是 env 文件，然后是 config 文件。也就是说，同一个配置，如果你在 Docker Compose 里面写了，它就不会去管后面的两个文件了，它就会以这个文件作为最高优先级。如果你在 env 文件里面写了，然后它这个 Compose 里面没有写的话，它会以 env 文件为这个最高优先级的。那么今天我们讲解的这个流程呢，也是把这个三个文件来过一下。好，让我们回到这个飞牛的后台。首先呢是 Compose 文件里面，然后这里面大家第一次直接把程序上传过来呢，其实要改的东西不是特别多。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这个地方，如果你是在另外一台电脑，就是或者你在 NAS 上面或者在远程 VPS 上部署的话呢，要把前面那个127.0.0.1给删掉，否则的话你访问上面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下面呢，这个 environment 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呢，基本上是和我们这边的 env 文件是重复的。而且大家其实我也不太推荐大家去改这边的这个内容，因为你如果去改的话，你后期去更新程序的话，你在这边你还要去一一对比，你是会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大家去这边是基本上不需要动的，然后要改的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我们直接改这个 env 文件就行了。大家看一下这个 env 文件啊，不好意思，这个文件里面呢，它的大部分的配置呢，其实也是和这个 config，就是我们刚才展示的优先级最低的那个文件是一致的。这里面是一致的，基本情况呢，你也不需要去改的。这里面如果非要说不一致的东西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的 Web 服务器，在这个 config 文件里面是没有的。大家在这个里面呢，我比较推荐的是，你就直接把它打开就可以了。这个里面你需要改两个，第一个呢是在这边是不是启用，我们点 True 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呢，这是8080端口，如果你 Docker 上面有其他的端口占用这个了，你调整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怎么去用呢？你只需要把这个 Docker 的这个 IP 地址记下来，然后在这边你输入你的8080，然后点回撤，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你当天抓取的这个一些这个信息了。当然这个也是可以定制的，你也可以定制成就是里面的频率啊，包括这个时间的这个节奏啊，这些都是可以定制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进阶的地方去讲。
那么这是第一个要定制的。然后第二个呢要调整的呢就是这个运行配置。运行配置呢，默认情况下啊，这个默认情况下，你不管是 Docker 部署还是 Action 部署，它是30分钟抓取一次，这个频率其实已经挺高的了。但是有些人会说啊，我是搞金融的，我想要更高的频率，可不可以？可以改的，你只需要在这边，这第一个数值代表是分钟，第二个代表小时，然后这边后面代表天，以此类推。然后这边你想提高频率，你就把这个星号斜杠30变成星号斜杠10就可以了。但是我不太推荐，因为你这样子抓取频率那么高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信息去给你匹配，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你的关键词比较聚焦，或者说你抓取的这个内容它的更新频率确实很高，你可以去调整。Docker 是在这边改的，那么GitHub Action 的方式在哪里改呢？就是在我刚才说的，我们回到这个 GitHub 里面，这个文件夹里面，然后点 Workflow，然后点这个 Crawler，然后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有这个运行时间的，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在这地方去调整一下。但是我也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去改这个频率的，因为你改频率特别高的话，Action 的资源占用也是会比较高的。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具体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就可以了。好，我们回到这边。那么这两个文件介绍完之后呢，大家其实要改的东西都非常不多，除非你配置了一些敏感信息，比如说这个像远程存储啊，你的一些推送的这个地址啊，大家可以在这地方改一下。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回到上一级文件夹里面，我们到 config 里面，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 config 文件，这是大家第一要改的。方式也很简单啊，直接编辑保存就可以了。给大家过一下，第一个基础设置 App 里面没有什么要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时区去改就可以了。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在国外或者你在其他时区的话，你就访问一下这个链接，里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这个，你就找一下你的地区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些我们就不深入讲了。然后第二个数据来源，这里面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你可以去找哪些信息。那么回到这个配置，就是项目的这个主页，我们点一下这个平台设置，这里面呢，如果你想知道平台可以监控哪些网站呢，你就直接点 News Now 的这个网站就可以了。我们点后面的这个网站，然后我们打开之后呢，大家只要在这个更多里面看一下，你找一下你有没有你想要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了，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你直接去看这个项目源代码，然后在这里面项目源代码，然后我们点开找到你想要的。比如说，这个 PC Beta 吧，这个，我们怎么去添加呢？方式也很简单，你只要把最后一个，我们点一下编辑，我们只要把这个最后一个，复制过来，然后呢，把这边改成你想要的 ID 呢，就是从这里面找，从它这个项目仓库里面找，把这个名字完整的打过来就行了 ，PCBETA。然后后面的点 TS 不要，大家只要打这个 ID 就可以了。然后名字大家要取一个跟上面不一样的，比如说什么电脑啊之类的，你反正取一个你自己能记得住的名字就可以了。然后在这里面，然后你再点保存去重新去启用 Docker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大家可以填自己想要的这个数据源，这是一种，这是他们已经帮你确定好的一些数据源。那么你会说啊，我想去抓取一些博客，或者我想去抓取一些其他的内容，那么可不可以？只要你的这个网站支持 ISS 就可以了。如果不支持，你也可以用一个叫 ISS Hub 的这个程序去转换。当然，那个就超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范畴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后期可以做节目。那么，怎么去找网站的这个 ISS 呢？比如说，我去到我的这个博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博客。博客的一般情况下呢，上面都是有这种这个符号的，就是 ISS。大家点一下。点一下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 ISS 地址，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复制回到我们 Docker 的这个页面。然后回到之后呢，怎么去操作呢？就是直接在这个下面，前面的这些大家其实都不需要改啊，就是 ISS 要不要启用，点启用就可以了。这边呢，你抓取的这个叫什么？抓取的这些天数啊，这些大家可以基本上不需要去调整。那么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面呢，我先把这个链接复制过来，只需要在这里面呢，我们把上一个人的这个复制下来。然后在这里面呢，把这个链接剪切到这边，然后粘贴到这边来。然后这里呢，你名字你自己改掉一个，然后这个 ID 你自己改掉一个不一样的就可以了。名字你改成博客的名称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你可以配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默认抓取的这个默认推送几天内的文章。这里面也写了，如果你博客更新比较慢的话呢，你可以推送就是时间长一点的。如果博客更新频率比较高的，你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一点。
还有一个配置，就比如说你这边你可以说我先把这个填进去，然后我暂时不启用，可不可以？也可以，你只要这边只要把这个 enable 这个 false，然后填到这个下面就可以了。然后大家看到前面有这个井号的，就是代表这一行是注释是不生效的，大家要把这个井号删掉，这边的都删掉。那么这样子呢，你把这个改成 true，这样子呢，这样子的一个抓取的 ISS 的来源就已经添加好了。所以其实这个程序说了它支持30几个平台，那是它已经帮你设置好的抓取的这个逻辑的一个平台，你也可以添加你自己的 ISS，只要它网站支持 ISS，或者你可以用 ISS Hub 的这个程序去把它转换成。好，这是我们抓取的来源的设置。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报告模式，这个报告模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它抓取完之后，怎么样给你去做汇报？那这个汇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推送模式详解。这里面呢，作者呢是非常详细的给你列出来了。它有3种模式啊。第一个是 daily 模式，适合的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管理者，他每天呢就是每天给你推送一次，然后他把当天抓取的所有信息汇总给你了。汇总给你就是我来个相当于是我是企业老板，每天早上我一上班，我下面的秘书就给我把当天抓取的信息一股脑的全给我，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我不是老板啊，我需要实时监控，我就想看这个当前榜单的模式。那么当前榜单模式呢，它每一次都会去抓取，比如说它每个小时，或者像我们刚才设置的每30分钟去抓取一次，它不管抓取到什么，它都给你，它不管之前有没有重复，也不管之前抓取的那个新闻，如果说它不在榜单了，它也不会再给你了，它只按当时抓取的那个结果，然后给你每小时或者每半小时，或者你按照你自己设定的时间去给你。然后它是不管重复内容的，比如说我上一轮报告里面抓取到了一个信息，这一轮报告它还在榜单上，它还会抓给你的，这是当前榜单的模式。那么有些人会说了啊，我不想看重复内容，那你就选择这个增量监控。比如说上一轮报告它抓到了 A、B、C，那么这一轮报告呢，它抓到了 A、B、C、D，那它只会给你 D，它会判断这个 A、B、C 跟前面的报告有没有重复，重复的话它就不给你了。那么这里面也写了，它是比较适合这个投资者、交易员的，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份啊来选择。这里面大家可以看看 daily 模式3个小时分别是给你什么样的东西的，这个大家都可以看一看。那么怎么改呢？我们往下看一看，回到这边来，这个 report mode 里面呢，大家按照你想要的，比如说 daily，current increase，就是这个增量模式啊，大家这个改一下，填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这后面的这些呢，其实我不太推荐大家去动啊，你就正常先用，用完了之后呢，然后看效果，看完效果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来去做微调。这个下面呢，作者呢其实已经给了比较详细的一些这个更进一步的说明啊，大家可以来详细的看一下。好，那么往下呢，就是我们这个推送通知了。这个模块呢，占用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多。让我们来回到页面的这个上方，大家找一找，这里面有一个快速开始的模块。这个快速开始模块里面呢，下面有一个这个推送的这一块的这个说明。那么怎么去来设置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程序呢，它支持的推送方式其实挺多的。一个呢是邮件的这种比较基础的这个推送方式，还有呢，比如说你是用这个微信啊。钉钉啊这些，你也可以用这个他们的这个群机器人。然后你如果想在手机上获取消息呢，你也可以用这种，比如说这个 Bak 啊、NTFY 的这些来推送都可以的。那么我来给大家讲几种主流的方式啊。如果说你是在电脑上办公的，最开始最基础的我们就是邮件。那么邮件呢，我比较推荐大家用的是这个 QQ 邮箱，大家可以去开一下我们 QQ 邮箱的这个地址。然后找一下我们 mail.qq.com， 然后进入这个设置。进入设置之后呢，我们点一下账号。账号这里面呢，你要确保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这个 POP3 这边呢是开启的。然后开启之后呢，你需要点一个这个获取授权码。它这里面呢是没有办法直接用你 QQ 邮箱的密码的。然后呢，也不是你 QQ 的密码，也不是你 QQ 邮箱的独立密码，而是一个叫授权码的东西。大家点一下这边。然后它会弹出来一个新的页面，这里面呢，大家直接按照它的这个说明去这个申请就可以了。然后申请完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点进来是这样的一个页面，你就点一个这个安全设置，然后跑到这个下面来，然后点这个生成授权码就可以了。大家注意好，授权码它只会展示一次，一定把它复制下来，贴到一个你认为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配置方法是怎么配置的呢？我们点这边的配置方法，这里面它会给你这个具体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地址和它后面的端口号。然后我们回到这边来，找到 email 的这个位置，然后你需要填什么呢？from 就是你的发信邮箱，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填自己的你的 QQ 邮箱就可以了。然后 password 是什么呢 ？password 就是你刚才填的，你刚才获取到的授权码，可能是一串这个数字加字母的这个密码。然后 to 是什么呢 ？to 是你的收信邮箱，你的收信邮箱可以是你自己的 QQ 邮箱，你可以填自己的，这没问题。然后你也可以填不同的，比如说你想用，比如说你想同时发送给几个邮箱，你的同事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你后面写了多个用逗号分隔，你只要用逗号把它隔开就可以了。大家注意啊，英文逗号，一般这里面都是英文逗号。然后 SMTP 的 server 是什么呢？就是这边这个 SMTP 的这个地方，然后大家把它贴进来，贴到这个两个冒号中间啊，两个引号中间。然后 port 是什么呢？一般情况下这个就是465，大家填这个465就可以了。好，这样子的话呢，它的这个 email 就已经设置好了，它每天会在抓取到，就是它在设定的通知时间里面会给你去发送这个邮件，大家按照这个方式设定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你是用这里面还写了，如果说你是用企业微信或者钉钉、飞书这些去办公的，这个呢也是可以设置的。它设置的方式呢其实也挺简单的，在这里面呢它已经给你很详细的写了这个路径了。但是我比较推荐是什么呢？首先企业微信这里面呢你去申请呢，它可能会让你认证，然后呢，你要去做的这个操作呢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它推送的效果呢其实也比较一般。虽然它这里面说了个人微信可以去申请的，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个人微信也是建立在企业微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先把消息推送到你企业微信上面，然后你个人微信是可以收企业微信的消息的，然后再把这个消息收过来。那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它配置其实也是比较麻烦的啊。然后钉钉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大家只要按照这个配置来设置就可以了，这个也很简单。但是消息显示最友好的是飞书机器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个就是我上一轮视频配置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显示的总的新闻，然后当前的是什么模式啊，这边具体抓取到的几条啊，这些它这里面都是会给我显示的，然后包括新增的消息，飞书消息是比较好操作的，而且飞书申请注册也是比较简单的。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飞书是怎么操作的。我们展开飞书机器人，这里面呢也有两种方式啊。方案一是可以发送给个人的，方案二是推送到飞书的一个群里面的。那么我比较推荐方案啊，方案一我尝试了，第一设置更复杂了，第二它的稳定性确实没有方案这个二要稳定。然后二呢是比较推荐的这个官方做法，我们点一下这个链接啊，我们打开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推到边上来。这里面呢，你需要按照它的说明，先新建一个机器人应用，新建机器人应用。然后在这里面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应用的话你随便写一个，这边你都随便去调一个就可以了，然后点确定。确定了之后呢，你需要在这里面去点这个就按照它的这个方式来设置一下它的这个 webhook 的一个触发。首先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要点，大家看点击流程设计，这个可能已经打错了。我们点击这边的这个创建流程。然后点击触发器，这边选择什么呢？按照它的这个要求选择这个 webhook。好，然后把这个链接大家复制一下，复制到哪里去呢？这个链接就是我们刚才在找的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链接，我们来找到飞书，在这边有飞书，我们填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这样子我们这个链接就是在这边我们就记录好了。如果你是 GitHub 部署的，你就去在这个仓库的设置里面去新建一个变量，把这个链接填进去就可以了。那这个变量呢是在点 env 的文件里面是可以找到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好，让我们回到飞书的页面。好，在这里面呢，参数这里面呢，大家还需要填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把这边的复制，这个它的参数里面复制过来，然后点这个粘贴，然后在这里面呢，复制完之后呢，我们点后面的这个完成，这样就可以了。第一步操作我们就完成了。然后第二步呢，下面有选择操作，然后发送飞书消息。选择操作里面呢，我们这边要选择发送飞书消息。这里面呢，你需要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写，不能去自创啊。不能去自创，这个标题消息倒是可以你去改，但是下面的内容一定要按照它的方式来写。首先呢，我们在这里面点击加号按钮，选择 webhook 触发，然后下面按照这个方式来摆放。首先呢，我们要先输入几个这个汉字，我们按照它写的这个总新闻数
然后第二个是时间，然后第三个是类型，然后冒号。接下来呢，我们把鼠标移到这个第一条这边，然后你需要点什么呢？你点后面的这个加号，点加号呢，我们点 Webhook 触发，然后点什么呢？点后面这个后面 titles 结尾的，这是第一个。然后时间这边呢，选什么呢？我们继续点加号，然后点触发，然后点这个 timestamp。然后类型这里面呢要填两个东西，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 type 结尾的，大家看一下这个 report type 结尾的。第二个呢是这个text 结尾的，我们点一下。好，这样子我们就已经配置好了。配置好之后呢，我们直接点这个完成。当然完成之前呢，你也可以在这边写，这边直接配置，发送给指定的成员或者部门，发送给群消息是哪个群，大家可以看到你管理的群，暂时我这边是有一个群，你可以在这边选确定啊，然后你还可以这边点完成，点完成之后呢，然后点这边点完成。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教程，到这边呢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它这边提示我们要把飞书的这个 UI 要复制到这个刚才的那个配置里面，这个没问题。这里面呢我们直接点启用，名称呢我们可以自己随便写一个。然后这样子呢，这个程序呢，这个就已经启用了。启用了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点一下上面的这个发布，然后点审核流程，点发布。这个大家需要有这个自己飞书的这个权限啊，你也可以自己去创建一个企业，其实非常非常简单的啊，也不需要你去做认证做什么的。然后如果这边这边好已经显示了，显示成功之后呢，你刚才选择的群就已经有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这边也非常简单。之前有朋友问是怎么建群的，我们点一下通讯录。点一下这边的创建群组，群的名称你可以自己随便选一个，然后点确定，这样子你就创建了一个群了。创建完群之后呢，你这边点一下设置，然后设置之后呢，我们这边有个群机器人，然后这边添加群机器人，然后往下找一找，找一找就能看到你之前写的这个，这个什么2232就是我刚才设置的，然后点一下，点一下之后呢，然后点添加。那么这样子呢，这个机器人呢就添加到这个群里面了。飞书它就会接收到这个你 Action 推送的这个消息也好，或者说你 Docker 推送的消息也好，那么他们就可以来接收到推送消息了。那么这两个就是比较常用的方法。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如果你是用说我想在手机上接收这个消息，可不可以？可以的，飞书也可以装在手机上，钉钉也可以装在手机上，这是一种。如果你说我不想要这些方式太这个操作太麻烦了，可以的。这边还有别的一个方式啊，大家可以往下拖一拖。这我打开了，这边有一个 NTFY 的，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是安卓手机，你就装这个，它是你可以直接用它的服务器，你也可以自己去托管，然后这是安卓的。如果你 QQ 手机的话，不是 QQ 手机，不好意思，如果你是如果你是这个苹果手机的话，你就直接用这个 bug， 这个是我用下来效果最好的。我可以在这个我自己的这个苹果电脑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我这边的这个苹果电脑 M 芯片的话是可以直接装这个手机软件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边我打开之后呢，我打开这个软件，那么这是我之前收到的这个推送消息，大家可以看到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详细的，大家可以在这边点上面的蓝色链接，也是可以看到你的就是直接跳转到对应的这个消息的。那么怎么去看呢？我们点一下服务器，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你的这个，它这里面呢就是你推送的这个地址，大家只要点一下这个复制，复制之后呢，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设置里面。然后找到这个 bug 的这个 URL， 然后呢，你直接把你的这个地址贴到这里面来，然后把后面的这段中文给它删掉。那么这样子你就设置好了。设置好之后呢，它只要抓取到一些消息，它就会推送到你的这个手机上面，就是你的这个 bug 账户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比你刚才折腾那么一大堆的内容都是更方便的。所以我比较推荐你如果你是苹果设备或者你有苹果电脑，就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还是不想折腾的话，你可以直接用刚才我给你推荐的这个网页，你直接用网页看就好了呀。你每天你过来按时的看一下就可以了。它无非就是没有办法按时提醒你，你要自己按照时间点过来看的。好，那么继续往这边设置，继续往下看。存储配置呢，这个我们在 GitHub 的那个章节里面已经讲过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如果你是 Docker 部署的话，我强烈如果你是 GitHub 方式部署的话，我强烈推荐你去搞一个这个配置，这样子呢，在下一期节目，也就是 AI 配置的这个节目里面呢，
它会给你很大的帮助。如果你没有远程存储的话呢，它是没有办法去接入 AI 来做分析的。所以你如果是 GitHub 方式部署的话，一定去搞一个这个东西，不麻烦的啊。好，下面高级配置的这里面呢，其实你要改的东西非常少。可能你需要改的就是这个推荐权重。推荐权重呢，就是有点相当于是你微调你推荐的这个顺序。那么怎么去改呢？让我们来回到刚才的这个热点权重，在这个地方，它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比较进阶的这个设置了啊。如果说你已经把这个系统跑通了，觉得推送的结果就是或者叫推送的它筛选出来的这些消息呢，不是特别对你有帮助，你可以尝试过来调一下。但是这不是初学者应该去做的事情啊。大家先把这个程序跑通了，然后后面的像这边的什么多账号啊这些呢，大家可以看一看配置，这里面其实说明都是比较详细的，我就不给大家去做太多的展示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关键词的配置啊，我们来找一下这边的这个配置方法。我们回到最前面有一个配置详解里面的第2条，有个关键词配置。那么关键词配置的文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 config 文件夹里面下面的这个 words 的这个文件里面，这里面呢你要填的内容就是你需要抓取的这个关键词。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先把后面的内容都删掉，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好，这边我先都删掉。然后现在我这里面写了2个东西，胖东来、于东来，就代表什么呢？代表我的这个系统里面会去抓取标题里面包含胖东来或者包含于东来的消息，只要它抓取到了，它就会把这个链接推送给我，这是它抓取的逻辑。那么你会说了，我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抓取别的东西，可不可以？可以的，你可以直接在下面写，比如说我写 AI， 我写手机，这样子它会去抓取这么多。但是你会说啊，我不想把它们混在一起，我想把它变成2个独立的消息，可不可以？可以的，你只需要在这个后面敲一个空行，这样子它就会做成2个独立的消息来推送给你。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的这个 bug 消息里面，历史消息里面，我的这个里面是有批次的，第一个批次是什么？然后第2个批次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我抓取到的是不同的关键词，比如说你看这里面第一个是日本、美国、日本、韩国。第2个关键词是 AI 人工智能，那么这样子它就会按照不同的这个消息给你去拆分开来，这是一种。然后如果说这里面作者呢其实给了一个挺详细的一个例子啊，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里面他说了华为、OPPO 手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把这个删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相当于是他要抓取华为手机，抓取 OPPO 手机，就必须是带手机的，这样子你一个关键词可以，就是你一个必须词是可以匹配上面所有的这个词的。如果说他抓取到了华为，然后没有手机，这个消息是不推送给你的。如果他抓取到了 OPPO 没有手机，它是不推送给你的。那么接下来还有，如果说你想去排除关键词，怎么排除呢？也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者给的另外一个例子。这里面的例子呢，就是如果你去抓取到苹果、水果，就是你的标题里面含有苹果、水果或者苹果价格的，它是不推送给你的，因为你这边是排除了苹果、排除了水果，也排除了价格。如果你抓取到了华为、价格这个消息，它都是不推送给你的。那么你这里面还是可以加一个消息的，比如说啊，我即使推送了，我即使加了排除的这个关键词了，那么它给我推了100个消息，或者假设啊100个消息，我不想有那么多，你可以打一个 at， 就是邮箱里面那个 at， 你这边想10。那么这样子呢，它就会控制推送给你的消息的数量。也就是说，如果你加了 @10，它就是只会给你推送最多不超过10条的消息啊。那么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那么还有一个进阶的写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所有的关键词我都想过滤，比如说我都想过滤一个就是所有的关键词我都想加一个过滤条件。比如说这里面作者给我们推荐的啊，广告、推广、营销、震惊、标题党这些关键词我都想过滤掉。那么你可以写这个 global filte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胖东来这个标题里面含有胖东来，但是你含有广告的我不要，胖东来推广我不要，胖东来营销、胖东来震惊、胖东来标题党。那么这样子呢，就代表我所有关键词都需要加上这个过滤的条件，你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去配置了。那么作者在这边在这个里面呢，他其实也给我们了一些建议啊，就比如说像什么娱乐八卦这些，他都建议我们统一过滤掉。但是你写这个过滤条件之后呢，大家需要注意一条啊，就是你这上面写了
你如果像我现在这个写法的话呢，系统会认为这边所有的内容都是这个过滤条件，你需要再加一个内容，就是这边的它写的，你需要再加一个这个，就代表你下面的是这个关键词啊，就下面就是你要抓取的关键词。所以大家需要了解的呢，就是几个。第一个呢，全局过滤加上这个关键词，这样子你所有的推送的消息都会过滤掉这些关键词。好，第二个呢，写法呢，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写，就是我们抓取这个关键词和这个关键词的消息，叫或这个关键词的消息，反正只要匹配都这个给你抓取过来。然后加号呢是代表我共同的限定条件，就是上面的关键词都需要加上这个关键词。然后感叹号呢是上面的关键词都需要排除下面的关键词。然后艾特呢是你需要限制的这个消息的这个数量。那么到这里面呢，基本上我们常用的抓取条件你就已经掌握了。如果说你还想知道更复杂的、更详细的一些这个方式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边的这个说明。除了我上面介绍的，大家还可以用正则表达。正则表达的这个写法呢就比较麻烦了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如果你真的想去研究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丢给你常用的 AI，让它来看一看这个程序的这个文档，然后你把你想要的要求输入给它，它会给你生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关键词过滤条件。借助 AI 的力量，不要自己去折腾。好了，到这里的配置呢，就基本上已经结束了。Docker 的方式呢，如果你配置完了，很简单，就是回到你的这个 Docker 的这个页面，然后去把这个点到你的 Compose 文件里面，去把它直接去重启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说一下，如果你改了这边的这个 YAML 的文件的话呢，重启可能不会特别管用。就是你改了 Compose 文件的话，重启可能不一定会管用。大家需要点这个里面的这个，我们先把它停止掉。然后停止完了之后呢，这边有个构建，你不要直接点启动，点构建就可以了。这样子呢，它会重新去根据你的 Compose 文件去生成一个。那么 Action 的方式部署呢，也是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去修改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文件。这个 crawler 是你去改这个它的运行的这个时间的。然后呢config 里面呢，这个呢是程序的基础配置，然后这个是你抓取关键词。这边呢你都配置完之后呢，你回到这个你的项目的这个主页，然后点 Action。大家打开 Action 这个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左边有几个任务啊，像这个 Get Hot News 呢，就是你抓取的这个主任务，然后 Check In 呢，就是你需要每隔7天来做一个 Check In 的。我们正常情况下，你只要在7天里面点一次这个 Check In，然后等这边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Action 运行完之后呢，然后你再点 Get Hot News 就可以了。我这边没有能成功的是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过来 Check In 了，所以这个就是它抓取的这个任务就已经失败了。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它也会给你显示出来具体的这个失败的原因。我们点一下，这里面呢，在这里面试运行已经这个试运行已经结束了，大家去 check in 里面确保 check in 的那个 action 运行成功，再过来运行这个就可以了。好了，到这里呢，我就已经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我们这个项目的基础配置。那么如果说你需要一些进阶的用法，或者你有一些奇思妙想的，也欢迎你在视频下方去留言，我会结合大家的这个意见，然后看看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这个视频分享。那么也给大家预告一下，下一期的视频呢，我会详细给大家介绍如何用 AI 来挖掘你抓取到信息的背后的价值，也请大家务必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然后也点一个订阅，这样子我视频上传之后呢，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感谢你的支持，我是微尘，我们下期节目见。